美国官员在瑞士日内瓦与中方举行了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就管控人工智能携手迈出第一步，意味着什么？被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经双方商定，中美将于当地时间5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就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以及各自关切的其他问题进行交流。华盛顿邮报13号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称，美国代表团由国务院负责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富特史森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技术与国家安全高级主任查布拉率领，中方代表团来自于外交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道提及，人工智能领域政府间对话是去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之一。今年4月，两国元首再次在通话中对此进行了确认。4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中美达成5点共识，也包括这一议题。人工智能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那么它不仅涉及到这个中美的这个技术竞争，而且还涉及到安全以及全球治理等等广泛的领域的这些问题。所以怎么样来这个为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应用设定相应的边界和准则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以假乱真的技术给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带来巨大风险，也给监管带来挑战。此外，人们还担心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核武器等军事领域，可能引发难以预计的灾难性后果。国际社会对规范管理人工智能的呼声很高。去年11月，英国召开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中美等国代表都与会，但更多观察都认为，由于中美是目前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且竞争十分激烈，因此两国就此直接沟通十分关键。德国商报网站认为，中美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政府间沟通，也为缓和两国关系提供了新渠道，更是一个罕见信号，表明双方至少都在认真对待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为此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彼此最强的竞争对手展开合作。If you take a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global tech scene, right? People are realizing your most intimate questions you're asking ChatGPT is actually not private conversation. You chat with a private owned commercial company, OpenAI, run by Sam Altman. That's kind of creepier.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提到，包括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等美国顶级科技公司的掌门人近期访问中国，均以人工智能为抓手，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供应链、用户数据和庞大市场等优势，对这些跨国人工智能大厂来说至关重要。而中美政府之间的最新互动，则预示着中美人工智能合作交流将迎来关键节点。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针对此次会谈的成果，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持谨慎态度，表示他们不寻求发布联合声明或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开展合作。香港南华早报认为，这是因为北京和华盛顿在人工智能对话中有不同的优先关切。位于华盛顿的智库中美研究中心在一份文件中说，对于华盛顿来说，主要关注点是管理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特别是高风险模型，而北京则希望双边对话集中在合作发展人工智能上。观察认为，当前美国把人工智能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在高端芯片领域，对华出口实行严格封锁。从美方各种表态来看，这一战略竞争态势难以得到实质性改善。这次的会晤的地点选在了瑞士，我想也是有它的考量。选在这个第三方，包括美方在内，实际上想要适当的降低外界对这次会谈的预期让这种会谈的更加的灵活务实这样的考虑，因为毕竟是一个起步阶段。所以如果选择在这个中美两国当中的任何一方的话，会给人一种非常正式的要取得某种
成果的这样的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美举行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当天，领跑全球人工智能的美国企业 OpenAI 举行春季发布会，发布桌面版 ChatGPT， 并推出名为 GPT-4o 的全新旗舰人工智能模型。与此前的版本相比 ，GPT-4o 不仅能看文本，还能看图像，可以做到实时回应，反应迅速，更加真实自然，也更加像人。美国媒体将这一版本形容为现实版的电影《它》。这部上映于2013年的电影，讲述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场人机恋爱。So here's me. So what kind of emotions do you think I'm feeling? It looks like you're feeling pretty happy and cheerful, with a big smile and maybe even a touch of excitement. Whatever's going on, it seems like you're in a great mood. Care to share the source of this? Yeah, no, the reason I'm in a really good mood is because we were doing a presentation showcasing how useful and amazing you are. Oh, stop it. You're making me blush. Fo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we've been very focused on improving the intelligence of these models, and they've gotten pretty good.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are really making a huge step forward when it comes to the ease of use. And this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because we're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machines. GPT-4o 在语音对话时，平均响应时长仅有320毫秒，与人类近似。而此前 ChatGPT 语音对话的平均延迟为2.8到5.4秒。此外，新模型在对话时，用户可以随时打断。OpenAI 还表示，新模型性能更强，接口调用价格却只有此前模型的一半，所有用户都可以免费使用。不过，消息数量会受到限制。预计新模型各项功能会在未来几周逐步推出。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尽管 GPT-4o 在多模态功能上有所提升，但 OpenAI 并未展示出真正的视觉多模态突破功能。